板这个给我发财了，搁俺家门口那石狮子地挖出来，你看那些银元，银元我看还不少嘞，一共是13块。这银元在哪弄来着？是？刚才不是跟你说了吗？啊，从俺家门口那石狮子地挖出来的。哦，挖出来了啊。这是实话实说，这个银元确实没问题，我看是一眼开门。啊，都是老的。那肯定得是老的，你像石狮子地挖出来能是假的吗？哦，恁家门口的石狮子。俺家跟你说，俺那俩石狮子时间可长了。哦。听俺爷说嘞，俺家原来都是名门望族，方圆百里没人不知道俺家的。哎，哦，过去是大户，门口堆俩石狮子。那石狮子估计不小吧呀？那呀，一个1吨多重。咦，好家伙嘞！你这石狮子确实不小，那过去确实有讲究，也是讲究人。拉石狮子的呀，请了8个人，累得不得了。中午专门请人家吃顿饭，人家不愿意。太累了哇！光吃饭花1000多。你这1000多，最起码你在狮子下边发现了这17块银元，这也属于意外之财。是嘞。这个你掉不了底。这12块银元，我给你初步算一下的话，不是13块吗？这一块是属于大针。哦，还有大针吗？对，这一块大针是不是都贵呀？先说这一块吧，你这一块啊，中华民国18年孙中山的头像，然后背面是青天白日旗，就像这个如果说是真的话，这正八经的上百万的东西。乖，这回我是发大财了呀，100万以上的币嘛，卖给你，你管给我多少？但是你这块币不同于你这12块，你看啊，你这12块，说实话都是一眼开门，完全没问题，包浆都是能100%确定是老的。但是你这一块币啊，和他们比着，包浆太浮，而且币面压力不足。你要说这块币流通过吧，明显你看这青天白日旗，包括这1元，这都是属于偏弱打，而且上面也没有流通痕迹，这说明这块币没有流通过。如果真是过去的东西啊，你真放到现在，那确实是上百万。但是你这块币啊是有问题的，包浆发黑，说明包浆比较浮，边齿比较规整，这都属于一眼假。这个应该不是从狮子下边挖出来的。咋不是？是嘞，咋我假了嘞？那这个反正我看是假纯银，咱先放一边啊。先说你这12块，里边有2个做样，其他都不说了，包括这10块大头完全没问题，10块大头能给到你11000，然后2个做样给到600，然后这都是11600块钱，这一个我不要。然后因为这个太那个啥了，太大针级别了，然后我感觉你比较可以继续放下去。不是老板，我现在我要它没啥用，你咱不要了，你刚才说的光值100万，咱现在不要是几个意思啊？我不要的原因是因为你这块币纯银，我要是实话实说，害怕你生气。我生啥气？你干啥说？你这块币是假币。假币，真银假币，银子确定是银子啊。你要是现在卖的话，我估计市场价也就在100多块钱。咦，老板，你这是想弄那不？那你那是光要那些，这个不要。对，我的意思是你这几块搁狮子底下挖下来了，这个可以拿，但是这一块实话实说，我这要不了。那不中，你要都要完，要不要一个年不卖给你？你看你这个人卖东西啊，说话有技巧，话里有话。就像这个东西我没法要，你没法要，你不要，我给你多少钱合适？我给你100块钱吗？就跟你说了，你感觉它值100万，我没法给你钱，明白吧？给我50万，我卖给你。我真要不了。那吧，这些东西我都不要了，你还寻下家吧，好吧？你不要，我再找其他人。行。太伤心了，在老家挖出来一罐子银元，俺家媳妇他们那都不愿意了，居然一人要100万。在老房子里挖出来一罐子银元，这是好事啊！这为啥要一个人赔他100万嘞？来，我看看啥样的银元。白提了，本来是一件大好事，一个人还分给他5个给说的。没想到昨天晚上他来俺家堵门来了，说一个人必须赔100万。你这一罐子银元，首先这真假是没啥问题。我说句不好听的啊，你这全部都卖完，这也不够赔他100万了呀。那不对呀！俺媳妇他们的可不是这样说的呀。他说这银元随便拿一块都好像值个10来万嘞。随便拿一块都值10来万，
我这简单的看了看，你这里边大部分这都是冤大头啊。壁面虽然说无戳无伤，但是我这没看到有特别大的斑。其实像这种通货冤大头价格啊，很透明，这绝对不可能值10来万。这个东西我也不懂音乐，但是俺媳妇她用你说的啊，当着我的面给我找了几个专家，哦，报的价格都是一个10来万。他们所谓专家报的都是虚的，音源品相状态不一样，价格确实有差异，但绝对也不会像你说的这10万块钱一个。我跟你说一下网上专家的套路啊，首先通过这个高价吸引你带着这个音源过去，到地方之后啊，以各种理由让你出钱，音源最后说实话他也给你卖不掉。那不会，他们给俺看了很多成交的案例。哦，到地方之后立马给我们钱，一手交钱一手交音源。一手交钱一手交音源是不可能的，因为你这些音源都比较常见。到地方之后啊，他会给你让你出钱鉴定，然后上牌，这中间啊都是要钱的。你说那么多，我就想问问，恁媳妇挖出来这一罐子音源，因为啥要给别人分100万？因为啥吧？因为俺媳妇拆的老家的房子，以前她奶奶的住宅，挖出来的音源必须得分给他们，给他们分。那分呗，分就分。毕竟住宅里边挖出来了，有可能是以前祖上留下来的，总比一个人赔他100万这强得多啊。我肯定不分啊！这一罐能卖10来万的，这里面300多罐，2、3千万的。对吧？我看你这也是被他们带偏了。刚才给你说的已经很详细了，不存在一块银元能卖10来万，而你的这些银元，我看大多都是冤大头。冤大头总共发行过4个年份，3、8、9、10。这4个年份里边最少的其实是8年，8年一块，现在的市场价也就3000左右呗。其他年份，你像3、9、10年，这说实话都便宜，抛开这里边的版不说，我看这里边都是普通版，真正能值10来万的冤大头啊，要么就是那种超级远光币，要么就是那种未流通的包浆币。上10万必须得有一个前提 ，MS67分以上的皮盒。另外啊，就是各种大版，像3年里边的曲臂明、落叶、酒精，10年里边的数点年，必须啊也得是高分入盒才行。你这些只能是通货品相，无戳无伤。无斑无远光，所以啊，你这个价格很透明，给你按1100一个吧，这300多块也就30-40万的样子呗。你这估的对不对？这不可能的，跟网上戳的这价格太多了。对呀，这隔行如隔山啊。隔行确实是如隔山，但是银元说实话，价格非常透明，因为这些冤大头啊，家家户户都有，太常见了，也是我们玩银元最基础的银元。网上专家啊，之所以能给你估到几十万，说实话啊，他是想挣你的钱。我建议啊，你为了这些不必要的麻烦，因为啥呢？因为这些东西都是在老房子里边扒出来的。堂兄弟既然都已经知道了，那说实话，你也别给他们一个包100万了，对吧？你给他们直接银元挨个说，直接平分，哎，省得再找一些不必要的麻烦。你感觉嘞？那不行，万一你忽悠我了嘞。别耽误我发财，我再找找其他人估估吧。那行，那你再看看吧。给，好，好。俺奶给我2块老银元，我一查，竟然是河南省造的，这一下没想到能值上亿一枚，确定要发财了。河南省造的银元，我确实没见过，不过我看你这俩个头确实不大，能值上亿有点夸张了吧？我看啥来？我刚开始觉得也挺夸张的但是我很无奈这2枚是孤品包浆也是1眼大开门，所以就值这个数。你这俩半元，它确实是1眼开门，但是你说的孤品谈不上。很遗憾的告诉你啊，这并不是河南省铸造的银元，你看上面写的是云，这分明就是云南造的双旗半元啊！不可能是云南我一查就是河南。这2块银元，俺奶辛辛苦苦放了几十年，就没有离开过河南。银元在过去它就是钱，离不离开河南都不能说明啥。中国字咱都认识，云和河书写方式区别很大。这钱你让谁看，它也不是河南省造的，所以这个上亿的价钱啊，它没有依据。那很有可能是外边的包浆太厚了。这弄的我也没看清楚。但是呢，这2块银元的包浆确实很美。包浆不得不说确实很美。你这2块半元，你看壁面带彩，这种彩啊是属于黄油包浆，平时确实比较少见，而且还带底光。但只可惜啊，
这种双气半圆发音量比较大，所以这个价格啊上不去啊。不对呀、这个字儿我是看错了，但是我找专家估价了。他说我这俩银元并非常见，所以值得上亿。那我只能说你找了专家算是投其所好，这上亿的价格是顺着你的意思估出来的。你想想，咱河南自古以来就没有发行过银元，民国那时候啊只发行过大额的100文、200文的铜板。既然咱河南没有发行过银元，那你找这个专家估的这个上亿，他就不算数啊。那就当他们估的不算数。反正我今天来你这一趟你给看看，值不了1亿也得值几千万吧。哎呀，听你说这话口气不小啊，动不动都想上千万上亿，你这心气也挺高。只可惜你这双气半圆不争气，一字之差，差别很大。因为河南省造啊，我从来没见过，即使有的话，价钱它也不会便宜了。而云南省造，说实话，它就另说了，因为过去云南啊经济不太好，像常用的银元都是这种小1号的半圆，这种双气还好一点。它是民国后期发行的，你可以看一下，民国21年，它标注的时间。那种光绪新龙啊会更便宜，它一个才100多块钱。而这种双气啊，无论是做工还是现存的品相，它都比新龙半圆好上很多。就以你这个为例啊，你可以看一下这两面的字口都是全身打，不存在弱打的现象。而你这个好就好在包浆上面，你看一是黄油彩包浆，二啊它这个两个都带底光。仅凭目前你这个状态的话，我个人看啊，一块也就600-700块钱吧。600-700万一个吧？不是600-700。你这估价估的，我都想跟你说道了。光这银子的价钱，你这一个也得给个1800块钱嘛。我看你是对银元啥都不懂啊。像常见的袁大头、龙阳面值都是1元的，重量是26.8克左右。这个小1号的中元重量都是轻一半，只有区区的13.4克而已。你说这10几克的银子成本价，它能有多少钱呢？你休想忽悠我！你别再以为这上面我没看见过新闻。现在的一颗银价，好像也是600-700吧。几十克也得上千了。我看你完全对金都分不清啊！黄金价格那今年确实是700多一克，但是银价非常便宜啊！现在银价大盘价一克才7块多，10几克也就80块钱。再说银元也不按银价去算，我建议你啊，你还是回去把这个金银价格搞清楚，然后带上你的银元啊，挨家实体店多过问价再说。正好咱俩话不投机半句多。我还是上网请教有专家的，有实力的专家吧。那好吧。我这加上一块小头银元，我朋友说市场价也就那600-700，他非得给我1000块钱买走，我感觉这事儿有蹊跷。这能有啥蹊跷的呀？你像普通的水小头也就600-700块钱的样子，很有可能因为你这个包浆好一点，恁朋友才慷慨给你出1000的高价吧？我觉得应该不是这方面原因。我朋友这个人平时说实话谨慎得很。他绝不会做那种说是赔本的买卖。你还真被你说着了，恁朋友这个人确实很聪明，他应该是对银元比较精通。因为你这个银元啊，除了外边的包浆漂亮之外，最主要还带来一个好板。你看它这两边点朝上面有2个3花，这是小头里边的大名玉品，左右3花，板好包浆好，哪都好。我就说我这个朋友啊，他也不是吃素的。是的。为了我这一块银元啊，我跟你说，天天电话短信骚扰我，真是不胜其烦啊。那朋友应该是看你不懂，其实完全没必要对你唱着噎着。既然他喜欢，可以坦坦荡荡的告诉你市场价。假如卖给别人1万块钱，作为朋友一场，象征性的少个300-500嘞，低于市场价买回来一个真东西不就行了吗？你说的也太对了，这天天缠着我，弄得我什么都不懂。我这也懂了。一查拍卖价，就我这块银元，100多万，100多万有点过了，因为像这种孙小头太常见了，可以说它这个发行量啊，不比任何一个年份的袁大头少。民国后期使用的都是这种孙小头，所以说你这个是左右3花板。这个平时这个板虽然说不常见，但是存世量还是很多的，不至于说能上100万，很有可能是你查错了。那我查错了，我一个人查错了，那很正常。那相比他们有经验的，像那老专家，难道他们也查错了吗？这就说不过去了吧？这我听明白了，你这是找网上所谓的专家询价了。我告诉你啊，像这种小头普通的
和那种100多万的区别很大。虽说长得都一样，但是你像那种能挂着100万级别的，都得 MS 冠军分了。能挂着冠军分的，那肯定不像我们这手里边拿来拿去的这流通过了。哎，你也不用给我解释那么多。就像我这个姻缘，我跟你说，独一无二。你想在世界上说找一个一模一样的，我跟你说，难如登天。你说这话肯定是专家告诉你的。我来给你解释一下，你这句话也有毛病，也没毛病。你没毛病指的是这个姻缘的褒奖，它是独一无二的。它即使同时放在一起的姻缘，对吧？它所产生的褒奖也不一样。但是褒奖独一无二，不能意味着它就真值钱啊。因为啥吧？你像我们众所周知，小头里边无非也就是上五星、下五星贵一些。因为上下五星他们的发行时间短，存世量相对来说更少，物以稀为贵嘛。但是你这个左右三花，它虽然说是小头里边的名誉品，比普通的小头存世量少，但是整体而言啊，还是很多的。你这个好就好在状态不错。首先你看这两面都是大老黑褒奖，味道足。大老黑啊是姻缘里边最难遇的。另外就是流通痕迹可以说几乎没有，而且还都是全身打。就你这个状态而言的话，我看卖个几千块钱还是有的。哎呀，你可拉倒吧！几千块钱，那比着100多万，那价格给的是9牛之1毛，我感觉我再傻也不会错过这次发财的机会。你看我刚才跟你说那么多啊，你看你这相当于一句都没听进去啊！你想想这种姻缘，它就是过去的流动货币而已。像我们普通老百姓家里边，咋可能随便拿出来一块都上百万了？你千万不要受那些专家的蛊惑，你以免上当受骗。我能上什么当，受什么骗？我聪明的很。我跟你说，目前来说，我就给他们几百块钱的鉴定费而已。你就简单的你帮你鉴定估价一下，他不要钱了。几百鉴定费其实不少了。你想想，你鉴定一次几百，后续你再坐车、开酒店、吃饭，这一系下来可不少花钱啊！你为了几千块钱的姻缘，你再花，对吧？你再折腾出去几千块，那你还不如老老实实的1000块钱卖给那朋友了，最起码能落个人情啊！哎呀，我要人情不要钱啊，除非我傻了。哎，算了，我看你也不识货。好，那我还是去找专家吧。那你去试试吧。你看我这4块姻缘值不值2000啊？俺爸准备给俺妹当陪嫁的。我今天急用钱，都做成开了，再给她多买2块。妹妹的陪嫁姻缘卖了不合适吧？你要是急用钱的话，你可以给朋友周转一下。来，我看你啥样的姻缘。你能借的都借一遍了因为我这几年做生意一直不挣钱，还都没有来得及还他们呢。先卖姻缘吧。你这4块姻缘张口要2000，这是属于贱卖啊！我看这里边还有2块龙阳了呀。俺爸给我说了，1000多买的。我想着要2000，到时候你再还价，多少再给你优惠点2000一个买的还差不多。我看这4块真假是没啥问题，并且都已经品级如何了。传阳虽然说都是23年了，但是这壁面光度非常棒。另外北阳和人阳这也毕竟也都是龙阳，你这卖2000，一个才花500，这价钱让咱爸妈听到了，估计得气得吐血啊！你遇到啥事了？你非得卖姻缘吗？你今天不卖不行啊！最近这几天俺那村里面的年轻人都回来了。这几天聚在一起打牌。昨天我一夜这把卡里的钱都入光了。我今天必须得高本儿。兄弟，不是我说你俩，你这种思想就是有问题了。平时娱乐一下无所谓了，你这倒好，你这为了自己的一居之私，连妹妹的嫁妆都要卖，万一你再输了，你拿啥给那妹妹去多买2块呢？我觉得我今天运气特别好，出门都感觉一身轻松，有信心，把这些姻缘卖了，绝对能回本。兄弟啊，你这靠玩牌发家致富有点难啊！别人经常说10赌9输，你无论手里有多少钱，最终你都得输光输尽。另外啊，2000块钱卖的话，你即使赢了点钱，对吧？说实话，你这也不够这4块姻缘的本钱啊。我看你挺实在的，你多给我点钱，不让我赔钱不都行了吗？我再多给你点也不够你赔的。2000块钱啊，只是这种传阳的价格。你这俩这都是63家的23年的传阳，虽说23年传阳比较常见嘛，但是评级分值比较高啊。MS 就是未流通的状态，63家，这就相当于是亚军分了。一般能达到这个分值的姻缘比较少见。而且你看你这2个壁面又带光，这俩加在一起啊，这卖4000块钱轻轻松松啊。
老板还是你实在。别人的话估计不会告诉我值那么多钱。对呀，这幸亏是2000没卖，不然的话今天亏大了。所以说你不懂的东西就不能乱卖。另外这2块龙阳就更贵了。先说这个公博45的这个北阳吧，品相各方面来说，状态算是通货状态。好在你这个北阳是短尾龙，在34年里边啊，纯食量较少了一个版，而且你这个还是土金版。你看一下它这个前字，金字少一横，所以综合来说，你这个市场价没有个4、5千也买不来啊。还是那句话，我今天绝对是遇到好人了。啥都不说了，希望另一块也不是便宜货。另外一块是恩和的江南人银啊 ，VF 的这个分制，一般江南8个有几年里边啊，人银放平时并不常见，所以价格也不会便宜了。所以说平地只给了一个 VF 的分子，但是整体状态并不差，尤其是字口这一面，我没看到有什么毛病。龙鳞的话稍微有点磨吧，主要是看它的分值了，因为给的全是英文，这个市场价我初步估计也得好几千。那这样算下来的话，这4块银元得1万多了。对，这俺爸妈对俺妹咋恁好啊？为什么告诉我只值2000嘞？很有可能是你听错了，一般父母给闺女的嫁妆都不会便宜了，2000块钱左右只能买那种阴阳坐阳，因为我们国内的银元都没那么便宜了。听完报价，这4块银元给恁妹拿回去吧。那不中啊？我给俺妹2块便宜的都中了。把这2块龙阳，你给我变现了，这样的话呢，我也不用还他钱了。这个银元具体怎么分啊？是你们的家务事，但是你这2块我没法买。为了引起不必要的争论建议你还是给恁妹拿回去，省得让父母给恁妹伤心。你不要都算了，我得完成我今天的事，我找其他人看看。三思而后行吧。我这有一块家传的冤大头，俺朋友准备给我4000买走，如果你识货的话，看看值不值5000。冤大头一块值4、5千的不多，你这个应该是带一个好版，来我看一下来。带不带版我不知道，反正外面带了2层盒子。我爸好像是通过国外的朋友给包装起来的。你这个是入皮盒的原相共和军阀币，也算是一块冤大头。这盒子是美国的评级公司 PCGS 入了盒，我先给你打开盒子看看哈。随便打随便看，反正这块银元在我家里放着也没啥用。正好赶上我今天要给朋友去玩几把麻将。你这是玩麻将也不能乱买东西啊！虽说你这个原相共和入皮盒没给分，但好歹也是一块原汁原味的军阀币，尤其是原相这一面，鼻子高挺，冠影一根一根的很漂亮。这个银元不是你家传的吧？咋不如我家传的？这银元也不值啥钱，20多克的银子。说实话，能卖个几千块钱，我都已经心满意足了。我听出来了，你这是对银元啥都不懂。确实一块银元26.8克的银子，银子现在确实也非常便宜，才6块钱一克。但银元可不按银价算啊！你像普通的袁大头那1000多了，你这一块是军阀币，咱说句不好听嘞，这比同等重量的黄金都贵啊！不可能吧？30克黄金现在都1、2万了。对，你这可别忽悠啊！咋可能值这么多啊？因为这种原相共和，它就不是普通的银元，虽说币面你看写了有1元2个字，但是在民国却不是流通货币。这个是袁世凯当上大总统之后，是以个人的名义铸造的，然后呢，通过当时送给有头有脸的人物，像我们普通人手里边也不会有。而这么漂亮的银元你张口只要5000，简直就是开大玩笑啊！我听明白了，你的意思是这一块不是一般的银元？对，我妹也真是的，这是我妹夫给她下的彩礼，她说就值几千块钱。他说值几千，你居然还当真了？你想想，恁妹夫拿这个给他下彩礼，光彩礼2个字他都不值几千块钱了吧？就咱们这边下彩礼，没有个10万8万往上的吉利数恐怕也不行吧？所以像这种军阀币你搁平时根本普通人就见不着。这幸亏你4000没卖给那朋友，不然真让你后悔。我有啥可后悔的？你也别那么神秘了，你看看能值多少钱吧？说实话，因为你对银元不懂，不了解这种军阀币的稀缺，你这个是直径39毫米了，总发行量也就几万枚而已，加上过去损坏之类的，存世量屈指可数。而你这一块好就好在它这个币面是原汁原味微下水的，基本上入皮盒的币都为了拨分，大多数都洗过。
而你这个就是带点原味包浆，个人看整体，除了有点包浆之外，并没有啥缺点。你让我现在估价的话，10万块钱绰绰有余吧。10万？对，我的妈呀！谁能会想到能值这么？我朋友太厚颜无耻了，竟然只给我4000。你这个朋友确实有点不地道，开4000，足以说明他对银元也懂点。哪像你啥都不懂，好在你也没卖给他。建议你还给恁妹还还回去，毕竟啊，这是恁妹夫给他下的彩礼。哪能拿来了？哪有再拿回去的道理？9万给你吧，他手里还有一块呢。再说了，我挣钱了以后再给他双倍补上，对不对？你这东西我真要不了。玩麻将，说实话，小赌怡情，大赌伤身。你可不要拿恁妹妹的这个幸福去做赌注。我感觉，他也不想要你的双倍奉还，他只想要他的这个嫁妆原相共和。大是大非面前啊，你还是别执迷不悟了，赶紧拿走给他送回去。老板，我算是看好了，有生意不错啊，你真是个大迷糊，拿走就拿走。那东西要不了。我已经愁了呀，几天几夜都没睡好觉了。咋嘞？俺男朋友送我一块金锭，昨天去金店一问价，竟然值几百万。你这个金锭确实不一般，上面錾刻了还有字“嘉庆9年御赐诸金”，这如果对的话，确实得几百万。几天几夜不睡觉，你这图了啥？眼雀真知，红红紫紫，一下子手里多出来几百万，我竟然不知道该咋花了。你说这不是闹心吗？这有啥好闹心的？金锭没卖掉，这个钱没到手之前，一切都有变数在里边。说实话，像你这种金锭，虽说我是第一次见哈，但是我托在手里边有点轻飘飘的。像这种金锭如果是真的，那男友怎会轻易送给你呢？这哪是轻易送给我嘞？我今年都老大不小了，快40岁了，还没有结婚呢。我这都属于大龄剩女了。那是，确实40岁没结婚算是大龄剩女。一般像你们这个年龄不结婚，主要是择优傲求高，可能没有遇到合适的另一半，要么就是对生活不想讲究。可被你说着了。主要是我要求确实比较高。20岁那会儿啊，必须有车有房有工作。对。30岁啊，有稳定的收入就行。到现在挑的啊，只要爱我就可以了。对，随着这个年龄的增长，择偶要求也在变化。生活中的棱角，人家都说这个随着时间慢慢的被磨平。主要是像你们这个年龄段，想找个同龄人结婚，这确实挺难的。所以这个要求一再被降低，只要另一半知道疼你不就行了吗？我现在的男朋友知道疼我，我想要一个金手镯，他说戴上不安全，那是，没想到却直接送给我一个古董金锭。原来这个金锭是送给你的。对呀，只要不花1分钱就行了。说实话，要黄金手镯，却豪横的送一根金锭，这事儿我是第一次遇到。不知道了，还以为是加倍宠爱你呢。知道原因了，该笑话你了。那戴金手镯了那么多，那人家戴了不都挺好了吗？主要还是担心我的安全啊。本来我是想花2万块钱买一个金手镯，没想到我对象却给我买了这么大一个惊喜。说半天了，这个金锭是你花2万块钱买的呀？对呀。这惊喜我感觉要变成惊吓。150个整，你说2万块钱平时能买啥？能买来吗？2万买150克的黄金，确实想都不敢想。你踏破铁鞋，全世界没这个价。没有这个价就对了，而且还是一个古董黄金。那确实是古董，已经远远超出黄金的价值了。你这男友真是疼你啊！那必须疼我。说实话，这么大的利润，你竟然还当真了？我没见过这种金锭，但是我认为啊，你这个金锭是有问题的。首先，你看上面这印，这有皇帝的头像，像这种啊是没有依据的。从古至今，这个钱币上錾刻皇帝头像的只有四川卢比。再说嘉庆年印这种头像出来，以当时的科技啊，也很难达成。典型的电脑体，你包括上面的字口，这都是电脑体，字体假的很明显。因为过去是银本位，像常见的都是银锭、金锭啊，它这个确实很少见。即使有啊，它们也都有一定的重量。就以你这个为例吧，如果是黄金呢，炸着也得有10两左右了。没有1斤，整整是150克，刚好是3两整。你说的这个10两，不是现在的1斤。过去的1两是30多克，重量必须得达到300多克才对。加上你这个底部，你看一下，这是有很多地方非常明显，这都已经氧化褪色了。所以综合看起来啊，你这就是假类，根本也不是啥黄金。不可能是假的，人家今天都跟我说是古董了，估价都说值几百万了，只可能是假的，不是黄金吗？金店很有可能不认识古董，或者说啊，他们是给你留面子，没有揭穿这个真相。
因为这东西啊，我帮你细看了，确实是有问题存在了。毕竟啊，你这也是花2万块钱买过来了，我希望你还是重视一下，能够及时止损。回去啊，跟你男友好好的把这个事儿说一下，别和那个2万块钱过不去。说实话，2万块钱现在你挣也特别难。好了吧，今天赶紧给我吧。你这诋毁我男朋友，我不卖了还不行吗？那好吧。俺爷爷给俺兄弟俩留2样宝贝，金锭和银元。你帮忙看看哪个贵，我提前准备选一个贵的。金锭和银元，他们俩就不是一个级别的，让我选肯定选金锭啊。来，我看看啥来。俺媳妇说让我选金锭啊，我感觉吧还是得求稳一些的好。保守的让你现在估个价，以价值高低为准绳。你这俩确实是一个金锭和银元，你这让我看的话，他们俩确实不是一个级别的，选不好的话，很大几率会选错。所以我还是抱着求稳的态度来找你。即使麻烦点也无所谓了，省得以后落下遗憾了。你这种态度啊，还是比较务实的。金锭这大小来看的话，是3两的，而且上面还有落款。康熙4年，距今已经300多年了。这如果是真的啊，恐怕得上6位数吧。另外一块是 MS 级别的湖北神龙，这底板状态确实是漂亮啊。其实因为这件事啊，我跟俺媳妇儿也闹了一场大别扭了啊。她说黄金都500-600一克了，对，银子才10来块钱一克。对。恁媳妇儿说的大方向是对的，虽说这个股东啊，他们不按金银价来算，但是从古至今这个银子啊都没有黄金值钱，这是大家都懂的道理。我很好奇啊，俺爷退休了，但是他退休金并不高，一个月也就1000多块钱，买几10万的黄金元宝，我咋感觉有点不太现实嘞？你这个质疑是对的，过去是银本位，你像3-5两的银锭到处可见，银元也很常见，像这种金锭啊少之又少，在市面上流通很不现实。而你这首先这个重量不对，我拖着很明显没有3两的重量，由此可见啊，这个并非是黄金的材质，所以也就没啥价值了。你的意思这个金锭它不值钱吗？对，你就是按重量算的话，它也得卖几万块钱嘛。你看我刚才说它就不是黄金了，很明显啊，它没有3两的重量，自然也就没价值。不是黄金就没有金价，更不是古董。你包括它上面的这些字口，这一看就是电脑体，而且后边有很多地方都氧化了，这也就是现在的一个艺术品一个吧，分文不值。它不值钱也好，我把这个给俺哥啊，俺哥他也不孝顺，分文不值，就分给俺哥吧。我觉得你还是尽量的给他说清楚为好，毕竟你们俩这属于分家，他即使再不孝顺，也不至于分他一个家来，因为像这种家来啊，你随便找一个眼尖的人鉴定一下，都能看出来卖不上价，而不像你的另外一块这个湖北龙，这一块银元你说能值多少钱？实在不行我也不要了吧，还不够丢人的呢，估计也就值个200-300块钱吧。那你这样想就大错特错了，你就是随便拿一块普通的袁大头，现在上千了，像那些神龙流通过了通货，这么着也得2-3千一个了。你这拿过来的这个品相可是 MS 级别未流通的状态啊，这价值不可小觑啊！湖北龙它常见的龙鳞啊都比较糊，而你这个龙鳞你可以细看一下，粒粒健在，字口两面属于全深大状态。你这细看的话，壁面连一点划丝都没有，因为现在高手账都是物以稀为贵，就这一块按普通的3块湖北都不为过，就冲你这个状态而言，给你现在估个1万绰绰有余啊。1万？对。这一颗银子花到300-400了吗？差不多，价钱快接近黄金了。你说的很对。像这普通人，这哪敢想这价钱？我们普通人肯定是对这些东西不懂，一般看到黄金啊，都只认为这个黄金会贵一些。但是恁爷这是个例外啊，像这种金锭市面上卖的艺术品都很便宜，如果是黄金单卖的话，肯定是比银元贵的。可惜啊，这个金锭是假的。加了都加了吧，反正俺哥他还傻啊！我要这个金锭给他。好吧，好，谢谢老板，尽量协商来，尽量协商来，没事没事。没想到发财竟然那么这么容易啊！逛一趟逛街，竟然让我捡一个好品相的赵忠，竟然还有一大号的赵忠1两。呀，这哪是大号的赵忠1两啊？你这个单从正面看的话和赵忠一样，
你反过来的话，这区别还是很大的。这个是户部种质一两样币，不管它是啥币，现在到我手了，那就成了个如虎添翼，2000买的，我至少这块卖到200万。你这个种质一两，如果是真币的话，确实能上100万之多。但是你这个品相状态确实是原光币，而且还带环彩，这个物以稀为贵啊。本身这种样币它的存世量就少，所以好品相的价值很高。我看你这连名字都喊不上来，何来2000块钱能捡大漏啊？不是我吹牛嘞啊！我去那家锅儿店嘞，那个锅儿店有100年的老字号了。那一天正好是一个小青年给那看店。我一看，他长得迷迷糊糊，呆呆板板的。所以说2000块钱的还价都没有还价啊！我买着了那个大号种币。大号造成，原来这个种质一两就这样买回来了。有一个问题你没有搞明白，人家老板怎么可能对自己卖的银元不知道价格呢？他还是不知道，因为他爸是老板。那一天刚好没有在家，交给他儿子看店呢。我才捡个漏。人家经常说青出于蓝胜于蓝，既然他爹都把剑交给他看了，这足以说明这个年轻人啊还是有2把刷子的。虎虎无犬子嘛，玩银元嘞可不能按年龄大小对吧来看人家。我还真的有点看不起他。就这块伸手，给我出2个手指头。我还以为是20万嘞。谁知道2000。我扶上赶扭头就赶我走了。千万不要以貌取人，尤其是买银元。首先呢，学会看真假才是最关键的问题。另外，这个价格也很有讲究，你不能说你对银元不懂，就单听这个价格便宜就认为它是真东西啊。我真就是真银元了。我已经在网上找好了买家。对方给我开200万的天价。我这买车买房，那梦想不都规划好了梦想？有梦想是好事，再说句不好听的啊，人家那200万也不是大风刮来的。既然今天你给我拿回来了，我就给你简单的说道。首先，这个户部种质一两啊是属于样币，并不像你说的是造种一两，这个从名字上有差别。既然是样币啊，它就没有发行过，它这个存世量是非常少的。既然古玩店里有啊，一般都会把它当作镇店之宝。毕竟我们个人开店的，几百万一块的银元不存在说让你一个不懂行的去捡漏，最起码来个市场价也很正常。你分的有道理，分析的有道理。反正我是捡漏了，怕卖亏了，所以说我来找你估价。那200万肯定是不亏，毕竟这个是你2000来的，怎么说这里边也有100倍的利润了。按理说你这多少钱来了有多少利润，我并不羡慕，能挣多少钱那是你自己的本事，但是这个真假你得给别人把好关，别等到最后你给人家一块假银元就不行了。首先啊，你看他这个包浆，刚才我说了是属于环彩，环彩确实稀少，但是你这个环彩这一看这都是做上去的，这是第一个疑问。第二个，笔面压力咱就不过多的讨论了，咱就看他这个边尺啊，一块银元再造假，他这个边尺造不了假，从头到尾你看没有任何变化，所以说我看你这个银元不行，反倒是银子没啥问题，这一看就是含银量杠杠的，这真假啊，这瞬间都打脸了。你这鉴定结果不影响我发财的路。只要那位朋友，王老板给我出200万，没问题就行了。你找买家的话，你最好还是把眼睛擦亮，别遇到那些网上乱七八糟的专家，等你把东西拿到之后，再给你要一些鉴定费之类的，说实话就搞笑了。你说的问题，都不存在。不存在。现在是有钱的人，他们手里有钱，他买不到真东西。关键是他们买不到我这个好东西。那行吧，那既然咱也没啥可交流了，那在这里都祝你梦想成真吧。给。还得感谢那个茶壶的老板呢，不然我也不会捡大漏啊。现在农村乡亲见个面啊，这没有好车是不行的我这100块银元卖了，还够不够付租金嘞？100块银元够不够付租金呢？你这把我给整懵了。这100块银元全部变现的话，不说豪车，就说合资车或者国产车，买一辆这是绰绰有余啊。你不懂现在我儿子都22岁了，今年买一辆一般的车，倒不如租一辆新款奥迪A6，相亲见面那肯定稳当。那豪车相亲见面成功率高，
那确实稳当。我看你这100块银元品相状态还都不错，你这一下子拿出来这么多，如果全部付租金的话，代价确实有点高了。你这准备打持久战吗？我都问好了啊，租一辆新款奥迪啊，一天租金就500块钱。从相亲见面到结婚啊，差不多也就半年的时间吧。那这半年的时间，一天500的话，光租金都9万出头了。这谁能保证从见面到结婚就很顺利了？万一有个差池的话，那你这租金不打水漂了吗？你不懂现在农村的孩子啊，对车的要求非常高啊。租一辆奥迪 A6，基本上就成功一半了。一味的往物质上看来，爱情并不长久。更何况像你说的，这奥迪是租来的，终究是纸包不住火。万一以后被那儿媳妇发现是租来的，这个应对问题还真得考虑清楚。再说了，租车一天500，眼前车的租金你不得天天付吗？不用天天去付钱，用车的时候再去开，用不着直接给他开到车上就行了。只要有钱，随时用车，随时给钱。说实话，像你这种情况，我确实第一次听说，真没想到在你们这相亲见面都卷到这种程度了。幸亏你这家里边祖传下来有100多块银元，你不然光指望着打工付租车的费用，那确实是搁着肉疼啊。这都是祖上传下来的东西，现在手里跟你说也没啥用。如果我儿子娶不到媳妇，你就再给我100块，也没用啊。那你说的有道理，现在儿子娶媳妇最重要。但是我这仔细挨个看了看，全部都是清一色的袁大头传样，这里边连一块8年或者说连一块龙样都没有，这是很不正常的现象啊。去年有170块的，我给孩子都买房子付首付了，不是？跟你说啊，同行挑着跟你们的同行一样，挑走了70块，就剩那么多了。原来你这是被别人挑过了。我说这咋剩下的都是普通年份了？你看正常来看的话，100-200块银元里边有各种龙样8年，还有各种大大小小的斑才正常。这挨个给你过了一半吧，全部都不带斑。好在你这些壁面啊无伤无戳，一块按市场价来看的话，目前这10万块钱还是有了。10万的话，那岂不是一块达到1000块钱了？对。那像你这样说，带龙和带斑的话，那不是更贵吗？对啊，那你带龙带斑了肯定更贵了，因为像你这些普通年份的银元啊，他们都是最基础的银元，像龙样发行时间更久一些，主要存世量相对更少，观赏性更好看一点，自然它这个价格更高一些。因为你这里边一块龙样都没有，所以具体价格我这也给你说不了。那太亏了。去年70块才卖了7万多块钱。这被你一说，我好像被别人忽悠了吧？那说实话，你7万块钱被别人挑着买，这肯定是吃大亏的。因为去年的行情比现在强太多了。还是说你眼前的事吧。我觉得你这租奥迪的代价太高，有这100块钱银元搁这顶着，你倒不如付个首付买个差不多的车，比上不足，比下有余嘛，总比对吧？打肿脸充胖子这强太多了呀。你不懂，你对银元懂，但是你对农村相亲见面这个事儿啊，你不懂。我还是那句话，豪车虽然咱买不起，但是我绝对给儿子租得起。那行吧，那你既然这么说，那我就挨个一个一个的给你仔细好的瞅瞅，看里面有没有值钱的斑。那懂，那好，那也谢谢你啊，没事，那早日祝你找到满意的这个儿媳妇。好，谢谢啊，没事。我怀疑俺朋友送给俺儿子的压岁钱啊是假的啊，说的是黄金，结果硬了摆都摆不动。送给儿子的压岁钱都给黄金了，看来那朋友这还很豪横啊！来，我看啥来？豪横个锤子啊！我感觉这都我吃亏了。好歹我给他儿200块钱，这不是赔的窝囊吗？赔钱倒是不至于，你这两个好歹也是2分金和2铢金，正儿八经日本过去的金币，我看成色不假呀。不假，你见过谁家的金子是这个颜色？说黄不黄，说白不白的，而且还硬的捏不动。捏不动就对了，因为这个2分金和2铢金是流通货币，经常在市面上流通。完全用铢金来打造的话，肯定会磨损了不成样子。你看黄不黄，白不白啊？完全是和它这个含金量有关，含金量22%，含银量78%，所以啊才不容易变形。俺这个朋友啊，太爱装了。在日本发展了那么多年啊，竟然回来一次就送给俺儿子2个假货，真丢人。金币确实是不假，你也不要过分生气。咱们大人之间给孩子的压岁钱啊，都是半斤兑8两。恁儿虽然说得到了俩金币，虽说含金量低吧，
但好歹也是过去的股东，我感觉啊，能对得起你那200块钱。你也不用嘲笑我。我来你店里之前啊，都去找那首饰店回收了。人家营业员都说了，根本都不是黄金，一通都硬。这个硬度咱们就不过多了讨论了。你拿着80年前的古董去金店鉴定，只能说啊，你是自取其辱。本身含金量就低，加上它们的重量2个才不到4克，你就是提炼黄金的话，好歹也将近1克的黄金了。现在金价你看都接近500了，卖破烂的话现在也得好几百了。更何况你这俩品相状态整体还都不错，完全啊可以按收藏品先收藏中。咦，我才不收藏嘞，含金量嫩低，让别人知道了都笑话我，不知道了还以为我收藏的是假的嘞。具体怎么着那得看你自己决定了。含金量具体多少啊，其实和收藏没关系。我来跟你说一下这个2分金和2足金的发行背景。它是当时日本为了防止这个黄金外流，特意啊将含金量降为22%了。因为过去是银本位，所以它这个含银量呢为78%，但是它这个本身重量小，含金量低，所以市场啊并不是太认可，这是过去的背景。而你现在也知道，日本钱在咱国内收藏界里边啊，并不是太吃香。很多人不懂它这个含金量是多少，所以一听说是金币，这两眼都放光了。因为大家都知道金价嘛，1克好歹将近500了，按重量对吧？你光金价都接近2000了。基本上很多人买到手之后，一打听含金量就失望了。但是玩收藏主要是看它这个存世量呢，就像你这俩小金币而言，因为它这个存世量还是挺大的。个人感觉现在也就是大几百块钱的市场价吧，才大几百块钱，对，真是令我太失望了。堂堂身家上几百万的人，竟然送给俺孩子几百块钱的东西。你这说话我都不爱听了。礼尚往来其实讲究一个对等，大几百是它的回收价，市场价可能更贵一点。好歹你也没吃亏啊，相比你出了那200块钱，你这还多赚几百块钱呢。人家几百万的身家不可能直接送你多少钱吧？算了，我交友不深。这俩东西啊，处理给你吧。我以后见了他，我得好好说说的。你这俩东西我还真没法要。不要的原因并不是说东西假，而是你这办事的态度不对。朋友对你这么敞亮，你去得了好处也不领情，我实在是看不过去。建议你啊，还是到别处看看吧。这东西我没法要。不要都算吧。你这报价也不行，金币怎么着不得几千几万的吗？这太少了。好，你去卖高价吧。老板，听说现在银子涨价了，我这有100块银元，看能不能卖2万多块钱。我没听错吧？这100块银元卖2万多块钱，你这是按银子价算了呀？这哪有这样卖银元嘞？你放100个心嘛。我的银元没有一块是假的。我要的也不高，按3张的银镯价卖就可以了。我没有嫌价高，更没有嫌弃假，因为你这些银元虽然说都搁着盒子，但是这都是一眼开门的。我的意思是，你这些银元品相并不差，你这是按银子价钱卖的话，实在太亏。毕竟啊，你这数量又有那么多，我还是细看啊，给你分类吧。不用那么麻烦了，银子反正也不贵，才10来块钱一克。我这100块加在一起5斤银而已。银子现在虽然说不贵，但好歹银元也是80年前的东西，你现在算5级文物了。为了你的利益最大化，我看看里面有没有带板嘞。无所谓。我前几天才送俺朋友一块他要花200块钱买了我10个。你出价知道比他高就行了。即便再是朋友，你也不能200一个卖给他，还一下子卖了10个。你这如果不懂银元的话，你可以完全先学习一下银元方面的知识。你这草了呀，将银元卖完，恐怕家里边再也没有了吧？我跟你说，你正好说错了。我也不怕你笑话。我其实是2分。这100多块银元是我男朋友送我的见面礼。他家里还有很多。有再多你也不能这么挥霍啊，不能因为是见面礼你就便宜卖。你2婚也是过来人了，现在挣钱也不容易，组建一个新的家庭啊，这生活还得继续，能多卖点钱，对吧？将来你买啥都可以啊。我主要不是不喜欢银元嘛，放手里也没啥用。就是想变现，买辆2手车开开。对，银元对于你们女人来说确实没啥用，
既然是见面礼，说明恁男友啊是真爱你的。你这100块卖好的话，2手车估计得靠边站了，买个新车应该是绰绰有余啊。你可别忽悠啊！我男朋友可是农村人啊，家里又是以种菜为生，这医院他家传的，那值多，那值啥钱啊？家传下来就对了，你可不要小瞧农村人，正是恁男友家的淳朴啊，才造就这些银元保留下来。你这80块大多数我看这都是冤大头。像这种冤大头啊，总共发行了3、8、9、10 4个年份，里边发行量最少的是8年，它这个年份也是最贵的。另外就是各种带斑、带圆光的，因为现在搞收藏啊分的比较细，常见的和不常见的斑价格区别很大。我看你是把银元当卖破烂的选手，这里边过多的讲解也不跟你说了，咱俩就直接开门见山。以你这些常见的呀3、8、9、10，另外加上23年的传样，笔面只要是无错无双的状态，通通按通货来估价。大概的给你估一下，100块至少是10万。10万块？对，乖乖嘞，这还是初步估价嘛？对，自然男友家条件不错啊，相当于是个富二代啊。你这形容词用的很对。现在在农村啊，谁家有几百块银元，绝对是隐形的富二代。加上男友又有手艺，又会种菜，这绝对是潜力股中的潜力股，你得好好的把握了。肯定得好好的把握。你这样一算账，我之前连送那带11块，就损失惨重了，一下子少挣好多钱啊。对，你那11块才到手2000块，相当于是折价小万8。好在你没卖给外人，毕竟是自己的朋友，朋友咋说还能找得到。这一次让他捡个大便宜，说不定以后啊余情还会给你补回来，你感觉嘞？我也不好意思跟他再去要了。对，都是朋友一场嘞。好在我今天没把他们当破烂卖了。这么好状态的银元，你绝对不能当破烂处理啊！主要是你对银元不懂，等会儿呢，我给你挨个给你仔细细致的挑一挑斑，好歹100块里边怎么着也得有几个带斑的。还好，你这通过这一次学习一下，避免以后再吃亏。我跟你说，老板，你这个人实在是太实在了，这是真的是谢谢你啊！幸亏我遇到你了。没事。我都没有见过这么东西做假的婆婆啊！给我2块银元不仅小，而且竟还都是假币。这2块银元是假的吗？我这看这笔面没啥问题啊，这俩都是半元，小是小了点，我看这并不假呀。我闺蜜告诉我说这都是假的。她不说我还没卖出去呢。她这一说，我越看越不对劲儿。哎呀，我真没看出来哪地方有不对劲的地方。你看这个中原，这笔面虽然说有点发黑，这都是大老黑的包浆。另外一块搪塞，这是传世的状态，笔面看上去语言大开门。那闺蜜告诉是你家嘞，看来她对银元比较懂啊。她家里边以前是地主家里边以前的那2块冤大头，前几天急着用钱，还1000块钱卖了一个。家里边有2块冤大头，她即使是真的也不一定，她对银元就懂啊。他说你这俩假币啊没依据。如果他的冤大头是假的，别人肯定不会非收。那对。他还准备用另一块冤大头给我换成这2块银元的。你这是啥闺蜜啊？说你这2块银元是假的，说他的冤大头是真的，又准备用冤大头给你把2块换走。既然你这俩银元是假的，那他为什么要给你换走了？这语理不通啊。你不要把他想的那么复杂。他2个儿子想一个儿子传一块，所以想给我换换。你这个闺蜜挺有意思的，想给你用冤大头1换2，想直接赚你便宜就明说，何必这么遮遮掩掩嘞？你不要把人想的太坏喽。我用电子秤都称过了，2块的重量正好是冤大头的重量，谁也不占谁的便宜。那你按重量称的话，那你这2块正好是1块冤大头的重量。在过去啊，1块冤大头确实可以兑换2块中元，但是现在如果按价值算的话，那区别就大了。银子本身也便宜，谁吃点亏，谁赚0点几的便宜又能咋着嘞？哎呀，看来你是真不懂银元啊，典型的被朋友掰了一刀，还不知道亏在哪儿。先说你这个中文吧，来你看一下，它这上面写的很清楚，每2枚当1元，2块在过去换1块冤大头，现在就因为它的存世量少，而且含银量又没有冤大头高，目前1块价值能顶6块以上的这个普通冤大头。
1:6。对。不会吧？对，你这价格是咋核算出来的？那是按市场价核算出来的。目前一块冤大头市场价在1100左右，而你这个中原无戳无伤，流通品相吧，你看虽然说有一点，但是整体品相并不差，尤其是它这个发丝字口都挺好。我个人看的话，7000块钱左右。7000？对。那确实比冤大头贵多了。那。我这幸亏没给他换呀，对呀，我哪知道这么值钱啊？所以刚才你说1换2的时候，我就说你这个闺蜜啊太不地道了，又说是假的，哎，又让你感觉重量一样，大家公平兑换，这妥妥的给你打心理战。还有你另外一块这个搪侧，哎，这种云南的军阀币半圆啊，在我们河南并不常见。严格意义上来说，你这个搪侧比中原还要贵，就因为一个字少。你可以细看一下它这个唐继尧的头像。设计的呀有点丑，当时它只短暂的流通了几个月，所以市面上几乎是很少见，存世量远远比中原少很多。说实话，你这2个币面，说实话都流通过，品相算是通货品相，因为裸币没有入盒，哎，它这个裸币没有合资币有价格优势，所以这个价格啊比合资币便宜点。就你这个搪侧，我能给你估到7000以上的样子。那2块加一块的话，不都1万多了吗？对。原来这2块银元并不假呀。肯定不假。以为是假的嘞。假倒是不假，假的话，说实话，我这1分钱也不会给你估了。毕竟你这俩元啊是恁婆婆送的，自己的婆婆为人你应该了解啊。婆婆怎么可能送给儿媳妇假币呢？到你是太实在了，这差一点被那闺蜜给忽悠了。大概行情就这样，你看你还有啥不懂了没？都懂了啊！这回谜团都解开了，谢谢老板啊！没事没事。俺这丈母娘啊，就喜欢做表面工作啊。今天给我个大红包，打开一看全是外币，这一打听价值啊，笑话人。说实话，我对这个纸币没什么研究，但是外币啊，更是一窍不通。老王，你瞅瞅是啥？我这还不到100张啊，结果我朋友看了笑得脸直疼。这给他1张啊，他都嫌弃的不想要。你这种啊，是柬埔寨的100瑞尔兑换咱这边人民币啊，100才兑2-3毛。这100张的话，值个20多块钱吧。另外还给俺媳妇儿和儿子，一个大的，2个小的。你先帮我看看是不是真的？我都怀疑啊，这3个也是假的。这3个绝对不假，这都是一眼开门的状态。大一点的，这还是一个甘肃版，整体味道还不错，属于酱菜。另外2个。你不要看它个头小啊，这都是8个有机年里边少见的年份，整体包浆也是非常到位。3个的话，这比这100瑞尔这实在很多倍啊。是真的，那我就放心了。昨天3个加一起，答应300块钱卖给俺朋友了，眼不见心不烦。你这3个只卖300啊，这价钱卖的也太草率了吧？你这是当破烂卖的话，也不至于只要300啊。况且这还是恁丈母娘送的东西，你这让他知道了，这得有多伤心啊！他伤心啥呀？这3个破东西脏不拉几的，不按人家卖的，绝对不会吃亏。谁要是碰到你这种马大哈，这绝对是开心的不得了啊！银元按银价卖，还说挣钱，你这种思维难道没看到它这个收藏价值吗？你想想，这种龙毫，就搁现在都接近150年了，这保存的依然完好。这大头还是一个甘肃版，你这价钱卖出去，分明就是不识货。我再不识货，也比俺丈母娘强啊！开着明白装糊涂，休想再糊弄我。他们如果要是真值500块钱了啊，我现场把他们吃了。你也别在这跟那丈母娘怄气了，别说500，2000不一定都买到这3个东西。先说你这里边最大的这个甘肃啊，你这个甘肃，说实话，它也是个好版。刚才我都瞅见了，它这是山眼皮儿，一般的这个甘肃啊都是双眼皮儿，它这个眼皮下边又多一层。这种是属于趣味币，趣味币啊，你放平时不好找，几万块里边不一定就有1枚。本身甘肃啊就比普通的大头贵，加上你看它这个包浆又是酱菜，又带一个好版，又是好状态，这价格就不可小觑了。我就给你估啊，2000多块钱轻轻松松。就这100-200块钱的银子，溢价能是溢到2000多？对啊，你这是故意气我的吧？你这话说的很有学问，连溢价都知道。所以啊，咱俩是无冤无仇，我为什么要气你呢？反倒是你聪明反被聪明误。另外2个这小的呀，你不要看它是不起眼的这2角银毫，它未必啊就比这大个的银元便宜。银元银毫可不像你想的按重量来卖钱，完全是看它的品相。你看它这外边包浆和甘肃一样，算是酱菜，字口各方面也比较清晰，
辛丑己亥，这都是比较少见的年份。毕竟像这种江南系列的耗子，平时并不多见。给您按这个保守一点的价钱估吧，2个的话也得个2-3千。2-3千？对。那加上那个大的话，相当于5-6千了。对。和我卖了300块钱，相差1-20倍啊。对呀。关键是我都答应他了，这可咋办？那你咋办？这个问题非常好办，你如实跟那朋友坦白就行了。毕竟这3个东西啊，也是那丈母娘送的，相当于啊当传家宝让你们这一代人传下去的。你几卖钱对吧？你卖个几千。就算了，也总比你卖300块钱强。那你说的对，关键是卖的太少了。对，我得想个办法给他解释一下，万一他不同意咋弄啊？他不同意也好办，反正朋友之间的情绪啊，都闹到这个地步了，你就按市场价，对不对？几千块钱，卖给他。你逃避也没有啥好办法。对于以后对于你自己不懂的东西啊，切记不要随便在乱卖了。那你说的对，对，绝对没有以后了。就按你说的办法。谢谢鉴定啊。没事。哎呀，俺爸神神秘秘的给我送了一块银元。哦。10几年他那个别人给他10几万都没有舍得卖。哦。现在也给价值100万了吧？哇塞，你这个还不是一般的传样，这个是24年的传样。如果10年前有人出10万的话，那现在价值100万很正常。啊？如果真的值100万的话，我现在立马就卖给你。哦。有钱了我去买一套房子。具体能值多少钱，我还真你帮不了，你说不了。常见的传样我只知道21、22、23年这3个年份，但是看你这个笔面也有流通痕迹，尤其是它这个边齿，你看都快磨平了，传世的宝奖应该在手里边留了有一段时间了。这个银元这是哪来的？就是我爸以前专门给人家搬家嘛在一对那个10多岁那个老夫妇的那个抽屉里面拿的。神神秘秘的给我的。原来是搬家拿别人了，那爸这个职业道德不行啊，这私自拿别人抽兜里的东西，这是窃啊。确实他拿东西是有原因的。10几年他出去打工嘛，城里人的都是我们乡下人欺负，知道吧？经常遇到就是干完事情不说话的，不给钱这样的不给钱肯定也是有原因的。就打个比方，你帮我来搬家，你趁我不注意把我的银元拿走了，我放的东西我心里边肯定有数。我明知道对吧？你拿了我的银元之后，我再给你结账，那我都变成了一个妥妥的大冤种了。那你误会了。我爸说他是为了那个干完活防止干完活不给钱。所以提前才拿别人这个东西。那就算你说的有理吧。你看这么多年过去了，这个银元你这不是整整放了10年吗？当时给他爸结账了没？当时没有结账，当时主家说了。就是拿这块银元价值是10几万，是上百万似的，吓得我爸也不敢拿出来，是这样的。那你没拿出来，我觉得那爸也是事出有因。你想想，人家说这个银元值10万，干活搬一次家才多少钱？你是怕别人讹那爸，还是那爸是见财起意了嘞？这个具体也不知道什么原因，我也说不上来。反正的话，我爸意思就是掏自己的腰包给别人就是几百万的工钱，是这样的。你爸这是聪明反被聪明误啊！如果10年前这个银元真值10万的话，你想一想，别人咋可能轻易的放抽兜里边呢？分明是恁爸搬家之后别人找了一个借口，故意不付搬家费。啥意思？难道是我爸被骗了？对，你就说这块银元到底值多少钱吧？正所谓当局者迷，旁观者清。如果这个24年传样真值10万的话，别人肯定不会给你善罢甘休了。其实像这种24年，他这个传样，我确实是第一次见。我们常见的传样都是22年和23年居多，甚至21年他就没有发行过。当时短暂流通了一段时间，因为它的这个设计有问题。所以21年你少这几万，入盒带分的上6位数的都有。22年比23年呢又少一些，市场价23年是最多最便宜的。但是到了民国24年，这个年份的传样就没有发行。当时民国为了避免银子外流，直接用那个金圆券取代了银元，所以没有发行过的银元。你这毛毛天的拿出来一块，只能说明2种情况：一种是古品，另外一种它就是假币。绝对不可能是假币，应该是古品吧？你要不仔细给我看看？其实我已经仔细看清楚了，古品的话应该是不可能。古品它有一个特征，就是笔面各方面应该是全是打才对。你细看一下，这字口很软，
尤其是它这个边齿也很软。这说实话，这不懂的还以为是流通过来了。包括顺向，还有背面的这个船帆，还有它这个，你看这里边的这个，还有这个波浪，这都太软了。唯一欣慰的就是壁面看着像银的，这外边这种传世包浆啊，应该是养出来了。现在看的话，大概也就是100-200块钱的样子吧。啥？100-200块钱？对。你确定不是100-200万的？100-200万你就别想了。一般像这种音乐啊，都是那种买不起真币的老年人，在地摊上花钱不多，80-200块钱买回来把玩了，反正也不值钱，丢了也不让人心疼。倒是别人啊说一块值10万，那爸还真当真了，算是白放了10年，给自己拿回去放着玩吧。你这界定我确实接受不了，算了吧，好，我不卖了。好，没事。好